自驾游来到湘西的大山里面，我们发现山顶上有一处民宿，远远的看过去，景色格外的美，还可以看到著名的矮寨大桥。当我来到民宿面前，我才发现这一处民宿已经荒废的时间可能有点久了。据旁边的人说，这处民宿投资了100多万，最后到底这个老板在这边亏了钱还是赚了钱？跟着石头的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看镜头的前方，遇见超市，那边就在悬崖边，还修了一些好像娱乐设施，这边长满杂草。从这些设施可以看得出，好像开花的时间也有应该好几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过道，其实还是挺讲究的，很多那个彩带，晚上应该亮灯的，可以看一下。通了电之后，这边应该晚上都亮灯的，这是特地专门修的。但是感觉好像很久时间没人管理一样的，也不知道待会儿我们走上去能不能碰到人了。但是从这些藤类植物看得出，应该是有人管理的。这些水好像是上午才刚刚浇的，上面的土都还是湿的，这个应该才种植没有多久啊。看旁边这些花没人管理，没浇水就已经全部干了。这个位置是非常高的，底下有好几栋民宿啊。哇，这个地方应该是专门修来露营之类的，好几栋民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是可以看到矮寨大桥全貌的。哇，特别的好看啊，这个位置好高啊。可以看到桥上很多车辆在行走，底下就是德航峡谷了，在对面就是家庭村。我们再走上去看一看，这个位置还是挺高的。哎，这原本应该是一个鱼池，这是用玻璃，透明的玻璃装的，但是池子里面好像是没什么水呀，也没有鱼。这些游步道都是专门修的，依山而建吧，因地制宜。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还可以自带帐篷，30元一顶，租的话100元。可能这个地方看日出日落比较好，还有一个下雨天之后，早上来这边拍云海，我觉得应该也是非常不错的。哇，这个视野特别的开阔，看一下朋友们，漂亮吧？哎，那边还有一座房子，看到没有？在那个山头之上有一座房子，可能还有公路可以走得过去。那个位置，山头之上应该就是矮寨大桥发向山的位置了。这边民宿应该就是底下那几栋，1、2、3、4、5栋的民宿。这边应该也是开花有大概几年的时间，感觉这边的游客好像是没有多少啊。但是这里的景色真的挺不错，是不是开发的过程当中遇见什么问题了？游客这么少。哎，这些池子里面都没有水啊，在山顶上水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什么？彩墨吗？彩墨云庄。你们好啊！哎，拍一个视频，路过看一看，这里景色挺不错的。现在你们这边还营业吗？营业的，怎么？哦，营业的。那底下的
那个民宿都可以住吗？那边不能住。现在不能住啊？下面有2间房。哦。自己这里有2间。你们自己有2间房？这里下面就这下面啊？后面走的有。后面，他怎么那个民宿那边不能住呢？另外一个老板。哦，另外一个老板。哦，这样子，他那地方现在也不再经营了是吧？没经营了哦。老板不要拉饭了，走了。哦，老板都走了的，那这个投资不小了。你们这边的房间大概多少钱一晚？他不知道，要问我哥了。哦，你哥在管理是吧？一般是不是很少有人在这边住啊？有的经常有。经常有啊。住帐篷哦。我招帐篷的，一个30。啊，帐篷是30是吧？租我们的。哦，租你们的。自己带的话30一个晚上。啊。要租的话100块。租的话就是100块。那我们走到这边有个观景台去看一下。虽然开着太阳了，但是吹着的风还是挺凉快的。哎呦，这个观景台非常的开阔，上面还有桌子板凳的，坐在这边看一下夕阳日出啊，真的挺不错。那个山头更高一些啊，刚才我们应该就是开车从那边过来的，其实也是无意之中发现这样一个地方。哦，刚才那位大姐说的底下有2个房间，应该就是这底下这一块这个位置。这边是通了电，还有水，还有网络的，还是挺方便的。这底下也是一个玻璃房子嘛，这边应该也是可以住宿的。这个价格我在想应该不贵，因为这边比较偏僻吧，可能开发成这个样子，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所以说我觉得来这边的话，如果带上一家人来这边的话，我估计应该不是那么贵。这边是一个舞台嘛，还是什么的，也是一个观景台，但是没有装护栏的。哎，底下还有个寨子，看到没有？那一般你们这边吃饭也有吗？有的。都有吃饭的哦。这边吃饭住宿都有，上面应该就是餐厅了。我们就不上去了，也不吃饭，不要麻烦别人，就简单的拍一下，到处走一走，给大家看一看。可能今天天气不太好吧，太阳太大了，我觉得拍出来不是那么美。我大概了解了一下，整个这个山头啊，应该是2个人投资，2个老板在这边投资，其中就是我们一开始进来看到那个5栋民宿的那个位置，那是另外一个老板。现在我们走的，也就是我背后的，这是另外一个老板的民宿，只有2间。那个5间的那个老板现在已经不经营了，应该是生意比较差吧，没什么游客到这边来。我觉得可能还是怎么说呢，这个地方实在太偏僻了，在山顶之上，如果不做一些宣传的话，可能真的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位置。但是你别说，虽然是偏僻，但是这里的景色啊，那真的是一绝。今天天气不好，如果是云雾的天气，在这边拍云海，拍那个日出日落啊，我相信应该是非常美的。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我现在来到了湖南湘西州龙山县的巴沙古寨，这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基本上生活的都是土家人。这里的房子呢，绝大部分都是清朝时期所建的，寨子里面现在剩的呢都是木房子。在我的身后呢，这座房子呢最具代表性。跟着石头的镜头，我们来看一看。我底下呢是
台阶小路，这些石条呢都是从山上采下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长条形的石块基本上都是差不多1米左右，看得出这些石条啊，应该是山上采下来以后，当地的石匠通过精心的打磨来垒砌这些院墙的。看，这些呢是青砖结构的墙，底下呢也是石条。其实大家知道吧，像这样的石条呢，一般在底下大概1米高的位置都是石条所垒砌的墙。这个有个好处哦，像这样的墙呢，一般像这样的青砖，它不和地下直接接触，像这样的青砖结构的这些墙呢，几百年可能都不会坏掉。所以说我们走进古寨里面呢，像这样的建筑风格是非常的多见的。我们继续往里面走，看这些房子的外墙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1米高之后，再从这上面呢用青砖来建造石头墙。我们来看一下这座房子呢，实际上是很有讲究的。在古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像这个房子呢，我身后的这座房子啊，据说都是清朝时间所留下来的。以前呢，这边是一个朝门的，也就是那个门楼，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个门的宽度大概是1.2米左右的宽度。上面呢是一个长条形的石块做成的一个门槛，两边呢有2个石柱，这边呢都是凿开的，这地方呢都是有门洞的。我们看一下，以前呢这两边应该是立着2扇门的，时间久远了之后，这个门楼啊，可能上面的木质结构已经坏掉了，现在剩的呢都是它的门楼的一个地基所在了。我们再来看看这座老房子，这座老房子呢，它的建造是我觉得非常的别具一格。看一下，这里有座小院，它的外面呢是外墙，外墙呢也是很讲究，底下也是石块，上面是青砖，大概这个高度呢也就是1米到1.2米左右。我在想啊，古时候可能在上面呢还会栽的有一些观赏的花盆之类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了。再来看看身后的这座房子，这座房子啊，看得出是非常气派的一座房子。可能在今天来说，这是一座木房子，可能简简单单。在清朝时间，也就是100-200年之前，像这样的房子啊，如果一般的家庭呢是建不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座房子呢，怎么说？1、2、3、4、5间的开间，旁边还有偏房。一般像这样的房子呢，在我们湘西来说，都属于地主的老房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像平头老百姓的房子呢，一般都是开间3间的建筑风格。这个房子呢，就是5间的建筑风格。其实房子的建造，从底下的地基这块可以看得出，所采用的都是长条形的石块。看这底下的这些柱子啊，它所采用的那个石块呢，都是很精致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石块呢都是石匠打磨而成的，上面的木质结构呢都保存得非常的完好，它防止了这些木头呢直接和地面接触。在我右手边，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一个人力的风车。在以前呢，整个寨子坐落在半山腰之上，严格来说这是大山深处了。以前呢基本上都是种植稻谷，种植稻谷呢，到了秋天的时候，一般收了稻谷回来之后，要拿这个人力的风车呢把它吹干，就是也不是吹干，把那种稻草呢吹干净，剩下的谷壳呢就往这里出来，稻草呢就往这头吹出去。所以说这是一个人力的风车。其实上像大城市里面很多朋友，我估计可能都没见到过这个风车，实际上在湘西这边呢，农村里面呢是非常多见的。这边就是农村的堂屋了。
一般像这样的堂屋呢，像土家族我不太那么清楚，像苗族呢，它一般都是吞口屋，往里面凹进去大概1米左右。我们看得出这座房子呢，在以前这里应该是不装大门的，意思就是整个堂屋呢是一直都是这样子敞开的，没大门。因为从这个门槛来看，上面是没有洞的，如果装有大门的话，它上面应该要有洞，上下都是有洞的。这个门呢是看不出有洞的。其实这个门呢，它的门槛还是挺高的，意思呢，如果你要想进入这家门呢，这个门槛代表的还是挺高的。当然现在房子里面虽然是开着门，这边都是开着门，但是好像感觉这座房子现在是没人住的了。旁边就是偏房了。随着镜头我们来看，这个偏房呢，土家的建筑风格非常的有特点。一般偏房都是上下2层结构。这个偏房呢，可能还比较简单一些。如果比较复杂、比较讲究的地方呢，上面的偏房一般都是住着人的，上面有一间卧室，底下呢才是放一些杂物之类的。看得出这家人呢也是堆满了木材，像这样的木材呢，在那个冬天的时候都是烧火烤火取暖的。在我的身后就是地主大院了，现在我们要过去看一看，好像就是挂着2个灯笼的这座院子。门楼之上写着3个大字谦受益，代表的应该是这家人的德行之类的。其实从这座门楼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房子应该是挺豪华气派的。因为像这样的房子建在大山里面呢，一般没有一些家底，确实建不了这样的房子。看这个门呢，它的这2条石块呢比我还高，应该差不多达到了2米左右这样的一个高度。两边呢是2个长条形的石条，上面呢也是石条，但是呢非常的讲究。在这底下呢雕刻的，可能从镜头里面看不清啊，雕刻的有雕花的，还有个八卦形的一个图案。这旁边呢有些修饰的装饰的，这些石条呢都是石匠精心打磨了之后装上去的。可以看一下这些图案呢，虽然年代久远，但是还是依稀可见的。其实这些长条形的石条之上都是雕刻的有花纹的，我们镜头可以走进来看一看。看这些好像中国结的那种风格，看到没有啊？都是雕刻的有花纹的，非常的有讲究。刚才我在寨子里面也问了当地的一些年长的老人，他们告诉我说，这座房子呢现在是住着2家人，最开始的时候原本是住着3家人的。我给大家说说这有什么样的故事啊？在解放之前呢，旁边的这座房子呢就是地主他们家的房子，后面解放了之后，这座房子呢就把它分出来了，分给寨子里面那些贫苦的老百姓，总共分了3家人。后面呢有一家人就搬出去了，把他的那一份呢就卖给了其中的一家。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了半天也不介绍整个房子的布局，看看房子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确实没有办法，大门是锁上的。这边这堵墙呢就非常的简单了，这是泥巴墙，看到没有？现在已经脱落的非常的严重，因为雨水冲刷嘛。这样的房子呢，如果有人居住、有人打理的话，也许几百年之后都还可以保存这个样子。确实啊，像这样的地主大院，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可能很多人会说，地主的院子一般都是豪华气派的。没想到湘西这边地主大院呢，就是这样子简简单单的一座小屋。其实严格来说，湘西这边呢，在以前呢都是比较贫穷落后，像能建造这样的房子，确实也挺不容易的。一般老百姓的房子呢更小一些，很小很小的。
其实我走了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房子呢也不多见。好了，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石头，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在湘西大山深处的悬崖峭壁之上，我们发现一处藏经洞。据当地的老人说，这处藏经洞在古时候是地主家藏金银财宝的地方。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条小河的水还是挺干净的。我在想，小河里面的鱼应该挺多的。对面就是花园县了。再过去大概1公里左右就出省到重庆的地界，所以说这个位置是2省交界、3县交接的一个位置。大姐你好啊，带小孩子在洗澡吗？哦，这边河里面鱼多不多啊？有鱼啊？有大鱼吗？都有大鱼啊？今天好像没看到有人在钓鱼啊。是为了人家飞出来去了嘛。哦，太热了啊。这上面在那钓，这是找人家洗的，找人家。给路上那个洞嘛。哦。他又往大洞上面又修了个路上那个洞嘛，因为那2个洞里面都能上去的。哦。意思就是说，坐船到对面有个小码头，那里有条路，可以进入洞口。再从底下的那一处洞口可以到上面那个洞口，是吧？对啊。哦。那下面还有2个小洞吗？哦，底下还有2个小洞。不是那。对，我们走过去看一下。哦，你手指的那个方向看到了，那个距离水面好像只有几米高了啊。只有几米高。先时候还没有。上面还没有修电站的时候，那里有一条小路过那个村子。以前是有一条小路的。一条小路。从那个村子到这个村子有一条小路。现在那下面修电站了，水涨起来了。没有路了。以前那底下那几个山洞都可以进去吗？可以啊。可以进去的哦。都可以进去的。我也听说以前这个山洞里面是藏那个你们这边那个大户人家，也就是地主他们家藏经洞，是不是啊？对，听说是这样说的。听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具体的还是不清楚。应该年长的老人可能会告诉你们啊。就是年长的老人就是这样说的，具体的还是不清楚的。对对。那现在底下的这处山洞还可以进去吗？现在可以啊，可以进去的。可以进去，现在不过底下那里还有个洞，里面很就是你手指的那个方向啊。就是看到有点红红的，上面有就是树枝长起来了，帮它全部挡住了。帮它挡住了，现在都是看不见的。那一个山洞是现在我们这里。农村里是上了年纪的那些老太婆就是到每一年的2月19，还有9月19，就是这2天的日子，都还要祭拜那个洞神。是2月19、9月19是农历吗？是农历吧？农历应该是农历吧？应该是农历一个初9，一个19。那就是年长的老人还会到洞里面去祭拜洞神的。对。所以说这个山洞可能在古时候是很有故事的一个地方了。也许是吧。反正我们这一代人都不清楚的。都不清楚啊。你们这个地方真的环境挺好的，这里面的水很干净。看着挺让人舒服的。对，那现在你们这边的经济条件怎么样？我们这边的经济条件还算好吧。还算好在古时候水路交通更加繁华一些，我在想你们这个寨子以前肯定很多有钱人的，对不对？以前我们这里都是没有这个路没有这个路没有全部都是水路水路。这个公路是后面才修通的吗？对，我们
那边上面还有一座大桥嘛，水泥桥，那个就是水泥桥。过了桥好像就到重庆那边了啊。上面有一个那一座桥是水泥，就是这个光水泥。这里有一座桥通过重庆。过了桥之后就到重庆那边。过桥就是重庆了。好，也谢谢大姐了啊。刚才那位大姐告诉我说，现在我们镜头前方看到的这一处山洞，也就是悬崖峭壁这处比较小的山洞，其实它的下方还有一处山洞，已经被树林完全给挡住了，现在是看不到。我们看到那里有个小小的码头，有台阶路，顺着台阶路可以走到山洞里面的。其实走到湘西的大山里面，我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你像很多沿水而建的寨子，几乎他们的房子都是挺好的，而且像这样的寨子绝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古老建筑的。但是今天我们进入的这个寨子呢，完全都是砖房，没有古建筑。大姐也告诉我，以前这个寨子很多老建筑的，后面陆陆续续的每家每户都把它拆掉了，重新修建了砖房。其实如今这个寨子的陆路交通还是挺闭塞的，但是从这边出省去往重庆很近啊，大概也就2-3分钟就可以出省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也就是一个3县2省，应该两省市交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环境啊，真的挺好的。古时候这边这条河啊，船只非常的多，运送一些桐油啊、盐巴、布匹啊，完全都是靠着水路这样子去走。我们也知道这条河呢是连接幽水河重要的一个支流之一，最后呢流入了洞庭湖，所以说这边在古时候水路的交通非常的繁华，这也不足为奇了。好了，朋友们，虽然今天是带着遗憾准备要离开了，但是我觉得身后的这处藏经洞肯定有很多故事，如果有兴趣啊，你们可以实地来到这边，找上一些年长的老人，问问他们当年这些故事。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石头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拜拜。看朋友们，在镜头的前方那个位置啊，我隐约看到了有梯子的，看到没有？到底那个位置怎么上去的？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我现在湖南湘西州花垣县集味镇的夯来村，在我身后有一处山洞，据说这一处山洞在解放之前是藏有土匪的。到底山洞里面有什么样的景观？跟着石头的镜头，现在我们去一探究竟。如果是雨季的时候，这里的溪流水应该是流往山洞里面的。现在这条小溪已经干了。我们在这个位置可以看一下整个山洞的一个大概样子。其实它的洞壁是非常高的，看到没有？周边都是悬崖峭壁。这处山洞的洞口呢，顶上距离地面应该差不多达到了50-60米的那个样子，洞口还是非常的宽。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好像这处山洞呢，它到底是怎么进去的？是不是从那边有一处山洞可以走进去呢？据说山洞是非常深的。这个位置呢，好像有些人为留下的一些建筑。我们现在走过去，那边也有当地的一些朋友，走过去看一看。站在这个位置啊，感觉风吹出来是非常的凉爽，风很大。哎，这边是不是有人在这边住啊？这堵石头墙也不知道大概建了多久时间。哪里滑道？哦，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好像貌似2根电线，原来是滑道。从那顶上可以滑下来的，看到没有，朋友们？在那个位置，从那个位置可以滑下来的。这个滑道是用来干嘛的？拉煤炭。什么时候用的这个？哦，现在这位大哥是在这边酿酒吗？哦，这样子的。
那大叔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这边考了很多年了，像这样的山洞，如果你一个人在这边住，你怕不怕？不怕，不怕的啊。是本地的了。本地的。我听说这个山洞在解放之前是藏有土匪的，是不是？对。还查了资料，这个土匪好像叫做周子矿、周信武两兄弟，是不是啊？对。据说好像是在1950年的时候，解放军过来，应该是用那个迫击炮60的迫击炮往山洞里面打，最后呢，土匪藏在山洞里面，不得已出来投降了。好像听说还牺牲了2个解放军的战士啊。那个大概在哪个位置啊？那个就是这个位置。哦，就在这个位置是吧？对。哦，当时候牺牲的战士应该是后面是埋葬在你们吉卫镇的民小里面。以前是埋到我们村子里面的。埋到你们村子里面。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埋到我们的吉卫那个镇子里面。镇子里面，小学里面，是不是啊？对。哦，现在我们就走到山洞里面去。其实这个地方啊，就在山洞的位置，都是非常的凉快的。这边是没有修路了，所以说不好走。哎，这是一面石头墙啊，大叔啊，这面墙是当年修的墙吗？哦，土匪建的墙。对。这面墙哦。我们先走下去，换个位置给大家看一下这面石头墙。哎呦，不好走，你看。这都是人为修的一些建筑遗留下来的一些痕迹。当年是没有水泥的，朋友们，像这样的石头墙完全都是垒砌而建成的哦。没有水泥，其实还是很牢固的。当年可能这底下是他们一个睡觉的地方，比较平，对不对？他们是住放在这里，吃放在这里。哦，吃住都在这里面。大概土匪在这个山洞里面生活了多久时间？大概有2年多吧。2年多啊！山洞里面住的土匪他是哪里人呢？都是我们镇上的。哦，你们这个几位镇上的土匪？对。哦，看是啊，这个平墙之上大概有个几十个平方的那个样子，这块平地在当年可能是有一座房子的那个样子吧？你看。哦，现在剩的都是一个残垣断壁了，看到没有？就是这一面石头墙留在这里。以前这座老房子呢，可能已经拆掉了，现在是看不到了。据说当年解放这里的时候，土匪呢就是藏在镜头前方那座梯子的那个位置，周边都是悬崖峭壁，好像那个洞口呢要从底下走上去，可以走上去的。当年呢，迫击炮所受力的就是在那个位置，看到没有？在那边用迫击炮从山洞里面打。大叔说，这个草啊，如果人啊用手碰到它，会刺人的。所以说，大叔在前面开路，把这些草全部给我们砍掉，我们走过去啊，这样子要好走一些。还拿了绳子。在那边是不好走还是怎么的？哦，有一段路是不好走的。这边给固定住，他打了应该是铆钉的，从这边下去才能到达山洞里面。你没事的，你可以追上来。这样子，用我的背部，这样子靠着这边，脚往这边，往这边踩就可以下来了。还好。这个崖壁呢，虽然上面是有水的，但是不怎么滑。这里的高度大概有个5-6米的那个样子。实际上镜头的前方，这是一处山洞里面的瀑布。我大概看了一下，落差应该是100多米左右，就从山洞的顶部流出来的水形成的瀑布。现在不是雨季，水流量不是那么大。待会儿呢，我们要从这边走上去，到达那处洞口的位置。终于走上来了。我在想啊，当年土匪藏在这样的山洞里面也不容易的。其实想想回来，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换作是谁，又愿意当土匪呢？真的不容易啊！哎，已经走上来了。哦，这边有一处梯子，可走上去的。这处地方好像是没有多宽。哦，以前土匪就是躲在这里面是吧？好，大叔他们就不走上来了。他告诉我，以前土匪就是躲在这个里面。看，这里面的山洞好像是四通八达一样的，有好多岔洞。其实这里好像并没有多宽，大概几十个平方的那个样子吧。但是它的通风非常的好。刚好这边有一片石头堵住了洞口的位置，所以说在外面如果射击的话，土匪可以躲在这片崖壁的后面躲避子弹的。当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藏了土匪，而且好像据说人数还不少。哎，这个有个凹槽，像一口大锅一样的，应该就是当年土匪煮饭的地方，看到没有？其实大概的形状还是可以看得到的。马上就到那个大叔藏酒的地方了，是吧？大叔藏酒的位置在哪里啊？就前面那里。哦，就前面那里。哎呀，估计不好走。对，你不要拍了，这个地方走不过去了。走得过去，就是你是那个先把那个手机收了，要不走不去。要把手上拿着相机就可能走不过去了啊！对。那朋友们，这期的视频估计我们就无法进到大叔藏酒的位置了，只能大概为你们拍到这个位置。没，你留着吃啊，留着吃，你留，给你买的。其实这个视频我也想让大哥的家人能看到这个视频。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腊尔山镇的老莫市场，在我的身后都是一些摊位。这里呢也是苗族聚集地，每5天赶一集，应该是农历的27赶集，今天是没有赶集的。来到这边，我刚才停车的时候遇到当地人，他们告诉我，在小镇里面有一个怪人。大概已经在这边有5、6年的时间了，他每天都会来到老莫市场里面捡烟头。其实这个市场还是非常宽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市场的摊位。到了赶集的时候，这些摊位几乎都摆满了一些物品，有卖肉的，有卖当地土特产的，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还有一些银饰，很多，非常的热闹。大哥你好。你好。哎，在干嘛？烟头。哎，捡这么多烟头啊？对。这是干嘛的？有用劲。有用？有什么用啊？耐灰。什么？耐灰。耐灰啊。耐灰。把它划成耐灰。哦，这样子啊。哦，今天吃中饭了吧？吃过了。吃过了。对。哦。哇，今天捡了这么多了。对。这市场里面的你都捡完了吗？没得还多少的，昨天捡起来的。哦，昨天捡起来的。对。啊，你一天都捡一次。对。哦。你今年多大了？今年没这个时间的。不记得了。对。哦，你是这里的人吗？是啊。是的。你们家住在哪里啊？我们家就是山里面。住在山地面。等一下去你们家看一看怎么样？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对。哇，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脖子上戴的这个9件头啊。我可以看一下吗？没关系的。哎呦。对。这个是一个喜字。对。这个是链子啊。对。捡来的还是怎么的？这是绳子。自己做的。哎，挺漂亮的哦。可以。嗯。你会玩这一块？对啊。来看看你啊。老张家的啊。嗯。没错。老张家的。我他自己来讲啊。我吃过了的。哦。我吃过了的。嗯。
朋友们，我大概知道了，这位大哥可能他精神上是有点问题的。我们看他的这个袋子里面装的都是烟头，抽过的烟，都是烟头，而且据小镇里面的人说，他来到这边大概有5、6年的时间了，这边人都不知道他具体是哪个地方的人，听口音呢，应该是外地的。他应该现在捡的是一些剩下的饭菜之类的，在吃。待会儿呢，我们到外面去看能不能买到一些东西送给这位大哥，也看能不能跟着他去他住的地方去看一看。你今天几点钟出来的？我出来很早哎。天亮就出来了？对。哦。那我等一下到你住的那里去看一看，怎么样？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哦。对。欢迎。好。其实和大哥的交谈呢，简单的交谈，他基本上都是可以交流的。我问他什么，他基本上也能答得出来。你叫什么名字啊？随便叫个话号。忘记了？随便叫个话号。哦。对。好。对。我先到外面去买点东西，等一下我们到你家去看一看。啊，没关系的，你就好，到那边走一趟就知道了。好，走一趟就知道了，是吧？对。好，不打扰你啊。啊，没关系的。在这边买点东西，待会儿呢我们去拜访这位大哥，顺便给他带点吃的吧。也不知道他在山洞里面煮没煮饭啊？看前面我看到有西瓜，他一个人如果是买西瓜的话，可能吃不完。这边还有李子，这个怎么卖啊？10块钱3斤。搞个5斤哦，2块钱一斤，我们多买点，好不好？卖完吗？那买不完了，买个20块钱的嘛，买10斤嘛。朋友们，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大哥住的山洞，就在我的身后，大哥就在旁边。大哥你好，给你买了点梨子，给你买了点梨子，你拿着吧。这就是你平时住的地方。对。哦，我可以走进去看一看吗？可以。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个山洞感觉是没有多深的，好像有10多米的那个样子。洞口大概有个4、5米。宽度2、3米的那个样子，这个是你平时捡的吗？对。平时捡的。对。捡这些用来干嘛呢？这个有用哎。有用的。对。环保。我看你这里捡的烟头都在这里啊。对。哦，好多哦。对。你这个烟头捡了多久了？那有4、5年的。4、5年的烟头了。对。你全部都放在这里？把花园的。在这边放着干嘛呢？这个化成内子的，尼古丁太多了。哦，尼古丁太多了。对。哦，环保。对。其实朋友们，我和大哥的交流啊，有的时候我和他说话，可能，本来说的是这一句，可能下一句呢说的又是另外一个话题。其实和他的交谈可以感觉得出。大哥可能还是有些原因的。当地的一些老乡告诉我，他在这边已经住了应该有6、7年的那个样子了，条件非常的简陋。我们可以看一下，那里面有蝙蝠在飞，他平时就和这些蝙蝠为伴，看到没有？我们走进去看一看，好不好？来，其实。从地下这一块看得出，大哥是一个比较爱干净的人。他虽然捡了很多瓶瓶罐罐，还有一些烟头回家，但是他把这些堆积的都是在两边，还摆放的比较整齐的。这一处山洞是感觉非常的冷，走到里面之后感觉很冷。看，哇，这头顶上好多蝙蝠，好吓人。看这底下都是蝙蝠的粪便，这蝙蝠真的好吓人，住在这里面，哎呦，有点
没关系。大哥，你是哪里人啊？就这样的。就这里的。但是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一样的。时间可以变化的。哦，时间久了，讲话有点变化。对。这个是什么？这也是洞。这也是洞啊？对，空洞。这是空洞啊？这里面有什么吗？1米多么的一个空间。哦呦，好黑哦！这是一处什么空洞啊？咦，这个洞好深，什么都看不到。哇，这里面好多蝙蝠，你看，大哥捡了很多东西，蝙蝠飞来飞去的。到了晚上的时候，更加的安静。其实，朋友们，可能视频拍的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说，是不是这个视频是作假的？其实并不是的。我们从底下的这些大哥所踩的这些印记可以看得出，其实底下他已经踩得非常的光滑，他每天进进出出都在山洞里面的。那大哥，你煮饭在哪里煮啊？我在街上。在街上。这边你不自己做饭的吗？这个做完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对。这就是你的家了。对。在这边住了好多年了。这个应该就是他睡觉的地方。堆了很多泡沫盒子，好像是没有被子盖的。这边还有些稻草。好了，朋友们，也希望你们看到这个视频多多转发，希望这个视频能被大哥的家人所看到，这样子的话可以把它带回家。当然，如果你们比较远的情况下，你可以私信告诉我或者评论告诉我，到时候我们方便的话也会把大哥给送回家。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石头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拜拜。好，再见了，大哥。其实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远远的就看见了这一座感觉像房子的建筑。我的第一印象，说实在的，我感觉好像一座古墓。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我现在重庆秀山的大山里面，刚刚开车从这里路过，远远的发现我身后的这一座看起来很像一座房子，但是呢很奇怪，是没有窗户的。远远的看过去，这座看起来像房子的下方有很多孔，那种弧形的孔。我就非常的好奇，找个位置把车停下来，现在准备进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建筑。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看周边的环境。这镜头的前方，这应该是一处山塘，看起来好像水不是那么深，周边应该以前都是有水位的，现在可能已经干掉了。那边呢有一个简易的棚子，镜头的前方呢还立了很多柱子，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周边的环境还是挺好的。这边呢比较偏僻，几乎是没什么住户。我一路走过来呢，有些寨子，但是镜头的前方呢只有一座独栋的房子，周边都是老百姓种的玉米，还有些稻田。这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从这边过去看一看这个棚子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可以肯定，这里肯定不是古墓。外面的这些建筑感觉就像我们小时候农村里面养猪的一些关猪的猪圈。有一道门，大概宽度几十公分，高度1米左右，里面啥也没有，放了一些杂物有3个池子，好像这也不蓄水的。这个有一个凹槽，两边对称的，应该就是装有一道门。
我们来看看这个棚子，感觉棚子里面曾经是住过人的，有床，还有椅子。现在肯定是没人住了，挺奇怪的。难道有人在这边养殖吗？上午才刚刚下过雨，还挺凉快的。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座神似房子的面前，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奇怪啊？其实我来到它的跟前，我都无法辨别这座神似房子的建筑到底是用来干嘛的。看，上面是没有窗户的，底下呢留了一些小型的拱门，这些拱门的高度呢最多也就1米左右吧，很多，好像排列还比较整齐。哎，那边还留有管子，看得出啊，这个建筑应该是大概可能也就10-20年前所建的一个建筑吧。虽然上面已经长满了很多杂草，但是看得出这个建筑呢应该时间也不久远。我们先看看它的外围，这边有2个池子，上面也没有盖顶的，池子没有多深，大概最多也就1米左右，里面都长满了杂草。这个感觉是一个水槽，从上面流出来的，进入池子里面。但是我就搞不懂了，像这些小小的拱门呢，是用来干嘛的？好像并不是一座房子，我们从远处看，确实很像房子，并不是的。它严格来说，这是一面墙，非常奇怪的建筑。就是一面墙，大概这面2面墙，中间呢是一个弧形的，上面是一直往上面用那个砖啊砌得很高，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距离地面大概有个5-6米左右，但是我们站在它的外围看，这面墙呢高度应该达到了10多米。严格来说，这面墙还是无法上去的，后面也是很多像这样子拱门，这底下好像感觉也放不了很多东西啊，住人也是肯定不行的。这难道是一个加工什么的地方吗？那就很奇怪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水泥柱子是故意这样子修建的，这边还有2个孔，排水的吗？上面好像还有一些废弃的建筑。看，好像这些拱门的用处并不大，但是呢，好像又不能少一样的。它的排列非常的整齐，非常的好奇啊。怎么有人建造这样的一面墙呢？并不是房子啊！哇，这个有个蝙蝠，好吓人！这蝙蝠可能都死了，看到没有？所以说，在这样的地方，挺阴森恐怖的。这边可以出去。看，实际上很开阔的，远远的就可以看到这个建筑了。很奇怪吧？到底这面墙是用来干嘛的？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旅行就是这样子，简简单单，碰见一些比较好奇的东西，我都会走下来去实地拍一拍，分享给大家。当然，朋友们，
喜欢石头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湖南这边呢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很多地方呢很不平，都是高山峡谷，还有溶洞。你看，像旁边这些房子啊，就建在马路边的悬崖峭壁之上。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我现在湖南湘西州保靖县。相信通过无人机的镜头，你们也发现了，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峡谷，在峡谷的悬崖峭壁之上修了一条公路。其实这条公路呢，就是开凿悬崖峭壁而建的公路，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之下呢，就在道路的两旁还是建了有大概10多座房子的那个样子。我就非常的好奇啊，路过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景色啊真的挺美的，但是啊这里的居住环境呢也真的挺艰苦的，所以说我就停车下来在这边航拍呢，也顺便给大家看看周边房子他们所建的地方啊到底有多险。好不容易啊在这边找到一处比较宽的位置，把车停在那个位置，就在这里航拍的。刚才航拍的镜头，我们也发现其中有2座房子，他们所建的位置是非常的险峻的，也就是镜头前方的那座房子，看到没有？就在弯道之上，底下呢就是一条小河，这条小河呢也是幽水河的重要支流之一。那座房子呢就建在悬崖峭壁的边上，而且是在弯道之上。从那座房子再过来有一个小隧道，过了隧道之后，也在弯道之上还建的有一座房子。其实这2座房子啊都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地基的，他们都是在悬崖峭壁的上方把那个水泥柱啊支撑起来，上面呢再倒上一块水泥板，在水泥板之上建的房子。可以想象这里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实际上呢，这个地方啊，如果没有这条公路的话，它的交通是非常的闭塞的。我们再看镜头前方的那座木房子，原本呢就建在山脚之下，其实它被这条河啊阻隔了。以前呢那座房子也是住着人的，后面呢这边是没有桥过去，以至于呢那座房子就没有路可以通往那座房子。所以说后面我们也问了当地人，那座房子啊现在是空着的，没人去住了。我们再来看看身后的这几座房子，其实在这个地方啊大概有，我数了一下，应该是10多座房子的那个样子。虽然在大山深处，交通呢地理环境并不是那么好，但是这些房子啊都建得挺好的，基本上都是楼房。看镜头前方的这座就是2层半的楼房，后面呢那座还是3层的，旁边还有座木房子，其实房子都是建得挺好的。我大概看了一下，这几座房子的院子是最宽的，其他的房子啊几乎都是没有院子的。这里我就有个疑问了，像这样的环境之下建房子呢，像这样的2、3层楼的楼房啊，实际建起来的话，它的费用啊也达到了几十万。其实这里距离保靖县城呢也就几公里的路程，如果拿上这几十万去到城里面买一套房，会不会好一些呢？朋友们，如果换作是你啊，你愿意在这边自己建房，还是愿意去城里面买房呢？也欢迎朋友们你们评论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其实这底下的这条马路呢还是挺宽的，这条路呢以前是去往完米坡的老路，现在呢修了千青公路之后，所有的车呢几乎都走千青公路，很少有人往这边走了。这边呢后面还有一些乡镇，还有一些寨子的，也比较深啊。我们
待会儿呢要往县城那边赶。其实在那一处崖壁之上，也在基夫道山顶之上还是有寨子的，刚才航拍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了。其实这就是我们湘西农村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呢宁愿在大山里面建房子，也不愿意搬到城里面去住，因为在农村里面呢有自己的土地，可以种些菜，这样子的话生活起来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压力吧。其实在城里面呢，每天你除非有工作，要不然呢你要做点小生意，要不然在城里面真的是很难去生存的。不像在农村里面，自己种点地呢，种点稻谷就可以养得活一家人。快下雨了，我们也要离开了。在大山里面环境真的挺好，但是蚊子也挺多的。视频的最后，石头也想问大家，如果换作是你是宁愿花几十万在大山里面建造这样的房子住下来，还是愿意花几十万搬到城里面去住呢？当然因人而异吧。也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啊，我们一起来留言讨论一下。好了，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石头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